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甜蜜君。今天给大家分析魏婴休息轨道后望线的心理变化。蓝湛的迷茫，魏婴的无奈，正是戳中了我们的泪点。在穷极到蓝湛冒雨去找魏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在剧里，蓝湛不止一次想把魏婴带回阴森不知处藏起来。蓝湛的担心，魏婴的抗拒。经过3个月的交心等待，蓝湛再次看到魏婴是惊喜的，同时也是担心的。从重逢就一直在仔细打量这个寻找几个月的人，看着他说一会儿话就虚弱的要坐下来，他感觉到魏婴的灵力有异常，阴气甚重，这令他想要去拉魏婴的手腕，想探他的灵脉，奈何魏婴躲闪抗拒的态度令蓝湛感到失望。在蓝湛看来，这是智贤舞动后的第一次见面，就算不能像江澄一样来个拥抱，难道连手都不让碰了吗？以前都是魏婴凑上来的，这种落差感让蓝湛感到伤心，期待两人能回到以前的相处模式。之前在玄武洞还同生共死，还以为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，怎么现在变得那么冷淡？魏婴出现蓝湛的心态，对于魏婴来说，他怕蓝湛发现他没有了金丹，江澄还在旁边，魏婴不敢面对蓝湛，他刻意拉远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不敢跟蓝湛对视，因为心虚，他逃避着，眼神躲闪，直到蓝湛叫他，他站起来叹了一口气，该面对的始终都要面对。此时的魏婴是敏感的，除了通过冷淡来武装自己，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蓝湛。你跟我回云深不知处。蓝湛第一次提出要把魏婴带回云深不知处，是因为感觉到他灵力有损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想帮他修复灵力，无奈说出的口气给魏婴感觉是要把他关起来。此时再冷淡的行为都比不过一句旁人来的伤人。曾经以为我们是最靠近的彼此，奈何等他归来时已不再是少年欣喜的模样，就连笑也是令人不寒而栗。他不再是那个魏婴，可你不会接受这个事实，你想要带走他，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缘由。我想要的不过是你能信我。在蓝湛点头说信他时，魏婴笑里含泪，是释然，是感动。他在乎的只是蓝湛能够信他，虽然好像和好了，但心结都还在，感觉心的距离更远了。两人说话都小心翼翼，是因为不想再伤害到彼此。蓝湛，谢谢你想帮我，但现在没有人能帮得了我。路走着走着就到了岔口，如今我只能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魏婴，不要总让我看到你的背影，你我之间无需言谢，我只希望你真的安好。世界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，是原本熟悉的两个人渐渐变得陌生，对方已经云淡风轻，你却念念不忘。失去金丹后，望线又一次迎来了迷茫期。魏婴有苦不能说，蓝湛有心而无力。当你真正想忘记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刻在了心里。射日之争后的再次见面，一个脸上写满了担心，一个脸上写满了娇羞。蓝湛在乎的一直是魏婴的安全，魏婴在乎的是你信我吗？魏婴何尝不想重回剑道，可他有得选吗？他休息轨道后的敏感多疑，跟蓝湛执拗的性格起了冲突，加上印象中蓝湛很讨厌他，在魏婴眼里蓝湛不信任不了解他，在蓝湛眼里何尝又不是同样的感觉。失去金丹以后，重振江氏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力不从心，无法言语的苦闷，无法诉说的情思，一把笛子伴身旁，陈情包含了多少难以陈说的情感，只能终日买醉，游荡在外，孤独中寄望着是否能偶遇蓝湛，那个自始至终牵挂之人。可惜来的是蓝大，金丹是永远绕不过的伤，哪怕还拥有半颗金丹，他也会顺从那个人的意愿。面对自己喜欢的人，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。这一天深受蓝湛之事困扰而不得其解，回来问了师姐，
为什么一个人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？魏婴对蓝湛的情感自己说不清，不代表他没有想过。如果你想了解在小说里蓝湛忍不住吻了魏婴的白凤山之吻，请看专门的分析视频。蓝湛的呼唤给了魏婴信念和启示。魏婴坠落乱葬岗后，受阴铁剑的影响，在嘈杂的已故去人的声音里，有3声来自蓝湛的呼唤，非常深情而坚定。在寻找魏婴的3个月里，不知他的生死，蓝湛必定每日问灵。他在烽火台时大开杀戒，正是他问灵无果伤心之时，又听到温室的人正在诋毁魏婴，才做出的反常举动。这也说明魏婴潜意识里对蓝湛的依赖。这3声呼唤也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，给了他信念跟启示。他听到蓝湛的声音，想起了蓝家。魏婴在屋顶上说过，他修习的轨道术法音力灵感来自于蓝家。虽然他后来一直很抵触蓝湛的清新音，但关键的时候还是用在了温宁的身上。他何尝不是心底就认可蓝湛，每每不自觉吹起了蓝湛给他弹奏过的歌曲，是对他不自知的思念。在穷极到蓝湛冒雨去找魏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在这里，每一帧的画面都看得让人窒息。蓝湛问的第一句是：魏婴，你要去哪？他怕从此再也寻不到他。他是过去阻止魏婴吗？非也。还记得在金陵台魏婴为蓝湛挡酒的那一次吗？金光善授意让金子勋敬酒，明知道蓝氏不喝酒还要这么做，意思就是看蓝氏会不会服从金氏。魏婴此刻是没有身份和立场为蓝湛挡酒，蓝大诧异还叫了句魏公子。魏婴走后，蓝大跟金光瑶说话时，蓝湛在后面是目不斜视的。但听到金光瑶说这个魏公子真是太冲动了，他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样的话？蓝湛立刻走上来说，他说的不对吗？周围的人一脸尴尬，在蓝湛的心里怎么能容忍你们在说魏婴的坏话？我想带一人回阴森不知处，带回去藏起来。随后蓝湛给蓝大行了个礼，没有说话。蓝大说，去吧，尽力而为。他先向兄长请示，得到允许后才有把他带回去的勇气。蓝大知道蓝湛的心意，言语之前的那一句话，兄长，我想带一人回阴森不知处，带回去藏起来。他效仿父亲的做法，藏既是保护，是父亲对母亲的爱怜。这是他第2次想要把魏婴带回阴森不知处，为了保护他不受外界的质疑和伤害。魏婴不会跟他回去，且不说他认为蓝湛是想把他关起来，而且他并不想让他们发现他没有了金丹。再者，蓝湛的父亲是因为爱情，他有这个身份做这个事。蓝湛最大的无助和悲伤来自于他的情感无立场表达。第1次想把魏婴带走，江澄说他要回也是回莲花坞，他无法反驳。江家把他带走名正言顺，而自己又该拿什么身份带走他？他对魏婴的情感不是世俗能认可的。第2次在穷奇道，魏婴提起他们曾经立下的誓言，他也无法反驳。他又何曾忘记过？他无法抛弃自己身后的整个蓝家，义无反顾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，也没有身份去挽留心爱之人，只能看他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魏婴执拗如你，你又何曾有一次彻底说服过他？你又怎能阻止他去追求自己的信仰？你爱上的不就是这样的魏婴吗？脚步的退让才是最让人心酸的一幕，每一步都是卑微、迟疑、不舍。有一些东西错过了，就是一辈子错过了。吞着眼泪，慢慢地转过身，已没有力气，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再去挽留他。痛就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，永远刻在了心里。顺从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，是我爱你的最后方式，是因为爱而不得不做的妥协。因为他懂你，所以他放开了你。马背上的魏婴是英雄末路最后的咆哮，离别时眼神忧伤又坚毅。
有些原本无力扛起的担子，一旦扛起了就无法放下，不是不累，也不是不苦，只是因为道义而无法放手。他用尽所有的勇气看向了你离开的方向，卑微的远远仰望着，听着泪水对雨水诉说心里的苦涩，那颗心装满了你给的痛。眼泪放肆的决堤，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，也是为了祭奠一场荒芜的暗恋。如果不能为你撑伞，那我就陪你一起淋雨吧。那沉重的雨滴像闪亮的无数条鞭子，从空中抽下来，抽打在身上。站在雨中淋湿了自己，这样才不会看清脸上已爬满了泪痕。愿这雨洗去我心中的不舍，为我浇醒这心中的迷茫。我们走向了两条路，下一个驿站注定没有彼此。想了解接下来的夷陵重逢和不夜天大战的详细内容，请点击单独的分析视频。前世的魏婴是理想开道，渴望被需要的人，愿意为理想而随时牺牲自己，把个人的情感放在最后。而蓝湛则是通过守护这么一个人来完成自己的理想，因为那是你的理想，也是我的。如果你只能用1/10的心来分给我，没关系，我用我整颗心来包裹你。我是甜蜜君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